好，川普哦，你看最近真的是让这个全世界目瞪口呆，因为他真的好像要把这个川普版的门罗主义哦，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哦。你看哦，这个《纽约邮报》他们做了一个封面啊，就讲说门罗主义，下面小小一行字啊，讲说这是川普对于西半球的愿景哦。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川普还转发了这个，因为他觉得做得挺好的，没错，不要加拿大，也不要格陵兰了，全部都变成美国的这个领土哦，所以。他真的是心里这么想，那就连这个美国的新闻主持人，他们讲说，哎，你说美国人对加拿大人没有意见，我们的确没有啊，但看起来你们对我们是有意见哦。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哦，是美国的邻国，我会认为被美国接管是一个荣幸啊。那川普也说，哎，美国为保护加拿大付出很多，但是加拿大却在贸易上面敲诈美国，那我们就重新绘制地图，让它变得公平啊。所以现在连美国的媒体人也都有这种赞成川普的声音出现了嘛？那加拿大这边哦，他们倒是很不开心这件事情哦，他们的这个执政党发了图文回击，因为昨天川普就是在 X 上面哦，就把加拿大也画上了这个，就是同样是美国国旗的这个色彩，结果他们就反发了一个，就说这个叫做不是美国的领土，非美国，所以要回击他。加拿大的外长也讲说，川普的言论显示他完全不了解。什么让加拿大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哦？永远就是不会退缩。当我们面对威胁的时候，所以看来加拿大人很不开心川普的这一番言论。那另外呢，欧洲这边同样也是哦。川普也是威胁丹麦说，哎，不卖格陵兰恐怕要面临到高额的关税吧？那现在连肖兹都跳出来在讲啊，警告边界不可侵犯，这是国际的基本原则哦。那就是现在看看，就好像欧洲有一些反弹的声浪。那不过呢，小川普已经是跑到了格陵兰，格陵兰人是很热情的接待他，但是当地民众还是对于川普的野心哦有一点心情复杂。当地人是穿着这个 MAGA 的鸭舌帽来迎接小川普哦，可是这是一个有保留的欢迎，因为谁知道你骨子里面盘算的是什么？那丹麦的一个国际资深研究员，他讲说，这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手段吗？还是一个基于威胁的外交政策？丹麦的外长啊，他们讲说，如果格陵兰岛的居民愿意哦，格陵兰岛也不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们可能会选择独立的方式。那你看，这个法国的外长他也警告川普，他说，欧洲不可能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管是谁来攻击他们的这一个主权边界啊，因为现在人家在讲因为川普讲说，如果格陵兰不让美国来这个接收的话，不排除动用武力哦。那人家讲说，如果真的用动武的方式来占格陵兰，等于是美国要跟北约开战吗？哇，那这个事情也是蛮严重的哦，这个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哦。那再来，美国媒体在讲说，到底为什么川普那么想要拿下格陵兰呢？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他们说可能会基于几个原因，因为主要还是冲着中国大陆要释放讯号，所以呢，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川普主义啊，就是川普版的门罗主义啊，在北极这边的新航道，所以显现出来这格陵兰格外重要。华尔街日报讲说啊，因为北冰洋暖化之后，这个国际新航道啊缩短了一些航线距离哦，变成了地缘政治角力的新方向，所以中俄美都在进驻北极圈这边的这个新航道，也是川普赶快出手的原因哦。那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他们叫做GIUK 缺口，那这个 GIUK 其实是这 Greenland 跟 Iceland 加上 UK 这边形成的一个缺口泛指就是格陵兰、冰岛、英国之间这个水域哦。那也是上个世纪冷战的时候，美俄彼此监视行动的一个区域。你看，从这边这样看起来，其实这个俄罗斯这欧洲啊、俄罗斯啊跟这个格陵兰啊，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是更快速的可以彼此移动，然后来监视的。所以俄罗斯在这边也是加强了一些潜舰的巡逻跟军演，所以难怪这个川普也感受到所以要赶快把格陵兰拿下来吗？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盘算嘛。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其实你要真的这样子哈，你要从美国那边角度看这个地图哈，就是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他今天公布了一张地图啊，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战略含义。
事实上的话，就是整个这个北半球哈，尤其西半部哈，那如果美国、加拿大加起来，再往右边就直接跟格陵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新的美国哈，川普的大美国啊，加拿大、美国、格陵兰，整个北美洲哈，然后往右边、往东边走。跟格陵兰是连在一起的，你看格陵兰跟欧洲是分开的哦。对，那从北极哈那些这些哈冰层过来哈，那事实上美洲跟格陵兰是连在一起的。这边有一张他在 True Social 上面的一张照片啊，就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今天川普自己登的哦，他自己登的意思呢，就告诉大家，我可不是在那边胡闹哦。我的战略思想是非常怎么样，是成熟的哦。所以他建立的这个一个美国，现在将来这个真的是全部连在一起的哦。对，在北方，你看他这个我想太小了哈，你可以看起来，你看得出来，这是川普，川普今天在他的这个脸书上，他这样贴，这是美国、加拿大，这就是格陵兰就在这里啊，所以连在一起，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大美国思想，所以呢，我觉得他会跟别人讲说，我可不是临时起意哦，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哦。然后呢，现在再看他这样子，基本上放任马斯克对欧洲的情势指手画脚啊，然后尤其对英国还说，你们建不建议我们去解放英国？什么叫解放？解放在很多地方，你说解放就是怎么样？就是拯救他，某种程度的话就是什么，就把他收编进来了。可见他的欲望，他的那个目标可能还不只是这3个，还要把英国拉起来。可是这些国家有个什么特性呢？就是 Anglo-Saxon， 加拿大是一个 Anglo-Saxon， 美国是 Anglo-Saxon， 然后再把英国 Anglo-Saxon。其实丹麦它不是 Anglo-Saxon， 丹麦是什么？丹麦是日耳曼。所以你就看今天这个德国总统萧兹文出来讲话，大日耳曼的到北边，说起来，荷兰、丹麦都是日耳曼民族，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回到了传统的人种之间的竞争。这个日耳曼人今天讲话，格陵兰你不要动他哦，对。然后呢，大欧洲主义的法国也今天也警告法国，也警告美国不要。可是美国是，我觉得川普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大这个Anglo-Saxon 角度，把这个美国、加拿大再扩充到格陵兰，那整个连成一气了，对，然后再把这些所谓的这个 choke point， 就是说勒住咽喉的地带他巴拿马再拿回来，那所以我觉得川普有4年了，看看这4年他能达成多少目标。那不过这个过程我觉得会蛮惨烈的哦。那到底是美国最后赢呢，还是美国付出代价我也很好奇啊。好，来请教杨老师。川普在1月7号的第2次记者会真的是口出狂言，但他是真的狂吗？他没有他背后的战略跟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跟他自己的所谓这种门罗主义。一个不叫门罗主义，你看纽约邮报他们写的叫做Don't roll Donald Trump， 所以是我们讲川罗主义。川罗主义。因此我觉得是有想法的。那背后他甚至放话说不排除动用武力，也千万不要小看之。因为1月7号当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讲格陵兰跟巴拿马，他的儿子小川普就登上了格陵兰岛的首府怒克，同时那个照片就出来。因为各位知道，从川普竞选第2任到他当选，以及他组成内阁，他的儿子小川普 Junior 其实一直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影子。2个最亲密的父子党。当他在记者会里面讲到格陵兰应该是美国的，而且不惜用武力拿下来，他的儿子当时就在格陵兰，还拍的照片出来，所以他是有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所谓的门罗主义或者是川罗主义，他其实就要把外国势力赶出美国的后院，
当初1823年门罗总统宣布的时候，就是要让旧大陆讲的就是欧洲的西班牙，或者是俄罗斯的势力离开，让这些在美国的后院的中南美洲，尤其南美洲的国家，在1820年代陆续独立，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那后来呢，就把这整个美洲视为他的近邻、他的后院，这个是我们所理解的门罗主义。现在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还要来一个川罗主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呢？因为他看到了整个中南美洲现在除了墨西哥之外，所有其他的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贸易以及最近秘鲁的前海港，所以使得整个美国的后院，它的近邻变成是中国所主导。这是孰可忍啊？因此，他就宣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从巴拿马这个开始，他认为巴拿马就是一个起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各位，1983年的时候，雷根时期，因为一个小小的格瑞纳达，他出兵占领1个半月出来之后呢，这个政府就换了，联合国谴责他没有用。你觉得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会不会动用武力？为什么不？其实这个都是有他可能的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川普现在的一些说法，在等他上来之后我看可能陆续的都会有一些动作。真正的用武也许不一定，但是呢，绝对的高压关税造成整个这个区域必须要去思考，你要选择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现在这画面上就是刚刚这个大使给我们看的这张图的华盛顿在这边这个美国、加拿大一直到这个格陵兰这就是未来川普的一个愿景图，这个是大美国地图那在他任内能够实现吗？这个我们来继续关注着，来问一下将军。我觉得这个川普能不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还要后续再观察。但是他一定会朝这方面，而且我认为他一定具体会去做，因为他自己讲的嘛，基于美国国家安全。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地图就知道，他同时面临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那他必须这两洋他必须要有交通路线，他唯一一个能够依靠的交通路线就是巴拿马运河，所以他不管他军力上的调配或者是货运商船的行走来讲的话，都必须要100%掌控到巴拿马运河。那如果说一旦巴拿马运河被破坏或切断来讲的话，对它的东西两洋的兵力转用就会形成很大的困难，它就必须要走到这个南美洲的核心角那边才能够过得去。那对美国来讲的话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它如果说是要应付全球战略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这个海军的军力来讲，必须要经过这个巴拿马运河来很快转运。那北边来讲，它为什么那么觊觎加拿大跟这个格陵兰呢？我特别要说明大家去年我们刚过完圣诞节，那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都会打电话到北美防空司令，然后问他一句，说是圣诞老公公的马车到哪里了？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是这个当然传说神话里面是说这个圣诞老公公是从北极上空然后到美国来。那相对的，如果圣诞老公公你把它想成一架战略轰炸机或者是一枚导弹来讲的话，那对美国威胁有多大？但他认为说是我们所谓讲，他不是北美防空司令，他当然不是指说美国的北美，而是指整个包括加拿大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加拿大严格讲起来是美国北方的防御一个纵深，因为所有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导弹来讲，从北极过来的话，先经过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的本土。所以美国来讲，基于它国家安全，北边这边来讲，它一定要控制有加拿大这块领土是在它为它所随心所欲的掌握之下。这就国防安全来讲，那格陵兰也是处于同样一个地位。格陵兰事实上距离美国纽约比距离这个欧洲还要近，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跟欧洲之间很重要一个军事要点。尤其当北极地球暖化之后，北冰洋形成航路之后，现在俄罗斯它的破冰船有40几艘，包括核子动力破冰船，包括破冰的军舰都有了，但是美国只有2艘破冰船。在这种以后来讲，如果说要北极争霸来讲的话，美国势必要拥有格陵兰，但是你如果说这样子巧取豪夺的话，你要尊重人家国家跟主权嘛。那如果说硬是这样子硬干这个硬抢的话，我相信国际的观瞻绝对是不好。
同时也会让中国跟这个俄罗斯来讲更有对觊觎的野心动手的这种动力跟这个企图跟理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根据 CNN 的报道，他说啊，现在川普呢打算呢，这个用一种方式来对全世界大征关税，就是他要合理化，所以他会宣布国家经济的紧急状态哦。因为现在川普回白宫倒数10天，他已经放话啦，所有要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都要加征关税哦。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皮绷得很紧，在等待着这个川普回来之后要怎么样来应对的措施哦。那知情人士就告诉了 CNN， 他可能要用这样子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哦，到时候才依法有据啊，可以对盟友啊或者是竞争对手来加征关税哦。那川普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透过加征关税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主要就是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你们其他人全部要卖过来，我全部都要加税，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哦。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出来，已经动摇到了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哦，像是他们的美债的债息哦，就上涨了啦。然后美股的危险讯号也浮现了。他们说呢，现在债殖利率哦，闻讯之后呢，冲上了多个月的高点，10年期的殖利率哦，有望重返5%。高盛甚至预警哦，对冲基金还有融资利差2大重要指标都会同时出现这种抛售啊。那可能是美股回档的一个危险讯号哦。美国银行也讲说，如果川普祭出了关税措施的话，Fed可能不再降息。他在1月8号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川普的激进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联准会对于通膨再度抬头产生忧虑啊。那既然是通膨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用降息的方式，因为既然通膨的话，恐怕降息会让通膨更加的严重，会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30年的这个国债债息哦，现在已经创下了18年的新高，已经又重返到了2007年的高点了。你看这一个走势图哦，看起来它已经又重回高点。那同样英国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那这个现在美国的财长耶伦就讲说，其实现在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哦，已经引发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重新定价，也导致美国的国债遭到了抛售哦。所以现在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相关措施呢？因为美国国债哦已经超过了36兆美元，会有国债危机吗？这人家讲说，恐怕美国会重现特拉斯时刻哦，大家还记得他吗？他就是做的比这个生菜还短的这个英国首相哦。这个特拉斯他做的很短，就是因为他的错误政策哦，所以当时他的财长是赶快紧急下台。那会不会这也变成一个川普版的这种特拉斯时刻呢？导致这个美国的整体经济啊，又是通膨，又有这个债务危机。现在大家就有一些这种等于说商业界啊也是不太看好这件事情。再来，美国现在全球化是不是也有一些逆风的讯号？因为腾讯呢，他们被美国列入到了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已经连续2天他们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他们赶快回购股票。这做一些应对啊，但不过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他们现在是把微信给移除了，他们在这种2024年假冒然后隐私恶名市场名单里面已经把微信给拿掉了。但是这样的做法我们看到这个马凯硕，这个新加坡知名学者，他就讲其实美国把中国大陆的企业拉入黑名单的举措，会扰乱全球的供应链，甚至加速中美2大经济体脱钩。这个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甚至有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美国这不仅仅是在跟中国脱钩，也是在跟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进行脱钩。那目前何立峰跟叶伦这样进行的视讯那不知道有没有稳定的作用？他们是讲说现在中美双方稳定经济关系很重要啊，但是接下来川普会怎么做，现在大家都很难预料。我们先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
这个川普事实上话，他说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哈，这个其实他的这个哈，这个事实基础是不够的，因为美国现在国债36兆，然后它的 GDP 大概是27兆，就是说这个比例大概就是说债务就是 GDP 的1.33倍啊，这在国际上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日本的国债跟它的 GDP 是2.5啊。所以1.33倍算是一个稍微有一点问题，不是一个到什么危机状态的。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要再借此来这个来大以这个为基础来作为什么这个对全世界的这些进口美国的商品输入美进行关税战的话，其实他的这个理论基础是不够的他的国债情况并不是那么严重。那另外一方面，川普事实上的话，上一次这个就是说前2个礼拜，马斯克发动对这个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同党的议员攻击，就是说攻击他们太过于怎么样，对川普这个政府太过于怎么样仁慈了，居然要让川普政府度过财政这个危机，然后很快的就同意把这个所谓的债务上限往上调。那个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出来讲话了。川普他说，事实上的话，这个债务的上限这个事情事实上如果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提升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替他自己怎么讲，自己先打一个预防针。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川普就提出来说，那你就把这个债务上限这个规定。国会没事就给这个行政部门做债务上限的规定你把它冻结8年。他提出来是8年，后来最后表决的时候是2年。也就是我川普上任以后我的举债没有上限。我做美国总统以后，举债没有上限。那要举债就举债，不会像现在到一个上限以后，国会就来怎么样说你不能再举债了。我给你搞一个帽子在那边。你要超越那个帽子的话，那个上面的帽子你就要我国会来同意。然后来川普他提出来说，那把这个所谓举债上限这个规定把它冻结2年，国会也没通过。国会也没通过。所以现在川普事实上他上任以后，他是不是能够创造更多的税基税源这个不知道。不过他要大减税他要大减税的话，他如果支出基本上又增加的话，请问他会不会造成财务的赤字？一定会造成的嘛。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他已经为他自己未来的怎么样可能的会面临的情况，他都已经这样子，都怎么讲呢？都已经先做了预防措施。可见他上任以后，一方面要怎么减税，对什么富人、对大企业减税；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怎么样？很多重要的计划，对不对？他要这个把这些移民赶出去他又要奖励一些这些鼓励一些补贴一些产业这些都要花钱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已经在预期了，他当选美国总统的话，美国这个债务只会往上升不会往下调。来请教杨老师。华盛顿邮报前2天报道说，川普的幕僚现在在想，不要针对所有的国家的所有商品在课税，而只要针对关键性的产业。2天之后，川普自己在他的网络上发言说假新闻，我当然要对所有的国家的所有商品，对墨西哥跟加拿大是25%，对中国至少10%起跳，有些可能到60%。他会不会这么做？各位，我觉得川普关税战2.0是玩真的，从他的理念，从他的放话，还有他的人事布局，真的是如此。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讲关税侠。他觉得关税可以增加美国的收入，可以让海外的这些供应链转而到美国做投资。他开了2次记者会，第一次孙正义投了1000亿，第2次这2天的中东的投资客投了200亿。虽然都是在科技产业，但他很骄傲。可是他真的做得到吗？他怎么打这个关税战呢？我大概分为4大类国家也就是说，在他所有的这些国家里面，第一个最核心的是中国，第2个是墨西哥、加拿大，第3个是跟美国贸易的主要顺差国，第4个是叫做中国供应链入金国。也就是在关税战之后，这个中国大陆因为 China Plus One， 所以呢到墨西哥、到越南去转而洗产地，
或者是作为这个进入到美国的避开中国关税。但这4大类其实大概都涵盖了所有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只是针对关键产业，它几乎所有的产业。台湾现在已经说了，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说，台湾要怎么样去面对中美贸易的失衡？因为我们大概在2023年对美国的贸易，对不起，2024年1到10月对美国的贸易，我们是顺差500多亿美元，不小。那他说要增加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增加对美国的军事武器采购。赖清德在元旦的致辞的时候也说会增加国防预算，所以都已经要准备付保护费了。同时他说，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也算是平衡台美贸易的一个做法。台积电下个月要到美国开董事会。各位，你不要以为只有对中国大陆、对加拿大、墨西哥，他这是全部的。那他这么做，其实真的会造成主要的这个中美之间的产业的脱钩断裂，同时也会造成全球的贸易的混乱。你看，美国在去年12月，就上个月，它的消费信心指数下跌，台湾的12月的 PMI 就是经济采购人指数也下跌。为什么？大家现在看的都是短单、急单，都没有长单，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未来关税产生的贸易的冲突断裂、通膨，美国内部的通膨，这都是可能在很快的时间我们都会看到的。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耶伦妈妈耶伦阿嬷了真的不给川普面子因为美国去年我们都知道，他又要触及债务上限了嘛。那去年12月21号来讲的话，国会临时通过一个法案，叫做短期支出法案可以延长到避免美国这个政府关门到今年的3月份。但是耶伦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在这个川普1月20号要就任总统的时候提出来说，这个1月14号，也就是再过2天这个美国的债务将会触及债务上限的危机再提出来。那美国这债务有多严重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举债已经达到36兆美元这么多然后去年来讲的话，拜登来讲的话，他举造了3兆美元。这3兆美元来讲的话，其实怎么讲呢？这3兆美元都是短期的债券，也就是今年会到期。那今年呢到期的话，川普就要面临这个3兆美元，你要还给人家，你不然国家就这个信用破产了。那首先第一个，他是不是要再借3兆来还这个借新债来还旧债？另外，按照川普他的政策来讲的话，他今年的预算赤字可能会增加2兆，这3+2等于是5兆，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举债的方式来应对这次的债务危机。那我们特别讲他有没有办法将这个债务减低下来？他马斯克，所以他为什么要找马斯克来做一个这种有效的一个管理来减少政府的支出？那马斯克也讲大话他说要减少2兆的预算赤字。可是我们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减少得掉？第一个，这个川普他讲说有2样东西他不会减少，一个社会保险跟医疗保险。那这个支出是多少呢？美国每年2024年的这个预算赤字是6.75兆。那这个社保跟医保就2.33兆占了35.46%。那你既然这35.46%你就不会减少。那另外一个可以删减的就是国防预算，但是现在美国自己鹰派认为说是国防预算它是0.87兆其实比例也不小，占到美国整个支出的13%。那如果说是他删减，但是现在鹰派就有一个意见鹰派不是军人他是他们的这个所以财经专家。他认为说是美国之所以能够举债事实上我也相信如此，因为有强大的美军在。那你如果减少国防预算来讲的话，那我们就跟全世界来讲就借不了那么多钱，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美军。我们都知道美军、美债跟美元一定是绑在一起的。好，来看看这个《镜周刊》现在爆出来说，我们的很多退役军官都被吸纳成了内应就是有灭台3计划。对岸有一位叫做张叔叔的给予金援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退役军官这个屈宏毅结识了这个大陆的新四军研究会的首长张
张昌国，就是所谓的张叔叔哦。那这个研究会提供了资金呢，请区回台规划部建台湾中高阶这个现役退役的这个军官士官发展组织，然后要吸收台湾的军情，作为武力侵台的内应啊。那这个屈宏毅先是在台湾发展了这个富康组织，成立了政党，然后呢又来介入了参选，透过明代管道发声渗透。最重要的呢，就是他有建立了内应的武装力量，以狙杀为目标的武装组织讲成这个样子，但是说实话啦，我们真的也没有听过这个富康联盟党但是他们讲的煞有其事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政党而且呢，他们这个亲中政党呢还组了武装狙击队，锁定了4个要塞，那就是比方说收集阿里山的雷达站屏东的横指部，还有3军的联训基地、保利营地、营区，它这边相关的一些重要军事的坐标图资，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经纬度还密谋要引进10万解放军进入到了台湾，这让大家很奇怪的，因为现在大陆的这个卫星非常的厉害，北斗就还需要有这个告诉他经纬度嘛？其实大陆的这种卫星这样一照，我们哪边什么军事重地的位置，还需要密谋告知嘛？是不是有一点好像不切实际就是根本不需要这样劳师动众的。那所以他们就讲说，现在这相关的7个人，就是富康联盟的主席7个人已经被起诉了。当然也很奇怪了，7个人就可以引进10万解放军进入到台湾。有这么厉害？然后大家就是反正听完之后就觉得说这个禁主嘛，禁主又有新的故事要进来，让大家听一听了。那内政部就讲说这是恶行重大，所以现在要下令解散这个富康联盟党。那顾立雄甚至讲说，不管是这个退役或是备役对国家都有忠诚的义务那绿委也跳出来了，这个陈冠廷讲说，中共对台的渗透挑战全面升级所以呢，涉案的退役军人很可能会触犯刑法内乱外患罪叛国行为不容宽待。林楚英又讲说，国民党又扯到国民党，他又说，国民党不加高防护，还为退将附中教区国民党就准备好卖国啦，所以反正这个是唱不腻的这种抗中保台什么第5纵队在地协作者，只是不断的换新的故事，哪怕我们根本都没有听过这些党也不知道它的影响力在哪边。那再来看到了，他们讲说，现在连海底缆线大陆都要来破坏那他说，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一艘这个货轮3号的时候，疑似在这个野柳东北海的外部来破坏了海底缆线。国台办的回应是讲说，这是民进党当局刻意在渲染炒作，充分表明就只是在反中抗中，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就陆委会还回应他就说，我们是依照证据来走的没有抗中反中的问题是你们这个劣迹斑斑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审慎以对，但是好像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就只是讲说因为你劣迹斑斑这样的一个指控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相关的报道，他讲说其实中国大陆的货轮他们抛锚，所以就在这个地方。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抛锚，所以有影响到这个海底缆线，不得而知但是国安专家讲说这就是一个消耗战，这有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消耗战的风险，利用这种灰色地带你故意抛锚在这个地方或者如何的，那长期会让海巡呢防备下来，这个疲于奔命。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中国大陆他们正在主力推出的就是这个6代机有卫星图拍到了，在沈阳这边的神秘第3款原型机，他说这可能是中重量级的载人战术概念机甚至可能是一台无人战机。那外形跟这个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现有的战机有点不太一样，跟此前看到的6代战机设计有所差异那他们其实还有用水泥打造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的模型，那推测可能是来搭载这个6代机的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这样的一个模型。
还有呢，歼36，他们看到这样相关的一些新消息哦，缺少尾翼这样的一个显著特征哦，可能是为了要提高隐身的性能而非机动性哦，显示出来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是着重在躲避雷达的侦测。那大陆这个第6代的战机啊，很多专家也在评论嘛，那他讲说这个歼36哦，应该是在2030年末前会服役。他们认为呢，北京不会想要浪费是抢在美国之前部署第6代平台来羞辱美国的机会，所以歼36是美国下世代空优战机的潜在对手，所以美国的6代机呢，目前正在处于重新评估的阶段。不保证能够完全实现哦，所以就说就是想要来打脸美国而已，想要来挫美国的威风而已嘛。那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屈宏毅他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人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对，不太晓得。他其实是1962年出生，那他是陆官毕业的，可是他可能一直没有在军队服役的很久，因为他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参选了当时台中市第3选区的这个4亿元的选举，那时候他显然已经不具备军职了。那2002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纪40岁嘛，40岁，那应该他离开军中的年龄是比较早的。他虽然是陆军官校，可是他就是说退役的时候可能比较早，那所以他2002年就不在军中了。那接着他这个就在经商。那可能也在大陆那边经商，可是刚刚提到他成立一个什么这个党这个叫富康联盟党，富康联盟党这是2003年才成立的，2003年才成立的。那这个他的事情是2004年，没有讲确切年月日是台中高院高院的分检署把他的案子起诉。那看起来是一个共谍案的案子那其实这个案子，在从蔡英文上台以后就有军方背景的被这个提出上诉以后，就是说起诉以后进入审判程序数量非常的多，不只是这一个，因为你要看这个《自由时报》常常有，还有很多起诉也不让人知道，然后把人抓了也不太知道。最近有一位高安国将军，他是中将，他也被这个检方以这个大概也是这种跟大陆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就被起诉了，而且收押禁见，他跟他太太也都被收押了。那到现在不晓得到底什么罪名，所以其实这个从蔡英文开始收押起诉，然后呢把这些军方的不管是这个可能是校级的军官就退伍，或者这个将军级的军官。例子非常的多，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些被起诉的很多案件，到了后来，到了法院以后呢，最后是无罪，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起诉，你要证明他要真正有罪对你讲了一大堆，如果我们一看现在的这些检调办这个我们这个柯文哲主席的案子的话，那他到时候会不会定罪都还是一个问题可是你看现在这个被起诉的案子，为什么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那边炒作？是在恐吓退伍的军方吗？还是在抹红我们这些军方为中华民国捍卫台湾这个土地这个流血流汗的这些军方人员？你是想怎么样？你是想把他们这样影射吗？说这些军方人员有问题吗？我不知道他政治动机在什么。不过，随着这个赖清德上任以后，你可以看出来，他好像一直在讲台湾内部有问题。台湾内部有问题。可是问题，这些案子你不能说100%不会发生，可是发生以后，你在检察官起诉，那你还没有判定之前，任何未被定验的人，他都是无罪的。那你现在就开始在那边政治人物在那边宣扬，到底是什么用途、什么意思，对不对？然后你这边就讲说这些军方什么不管是备役会退役，对国家仍有忠诚的义务，只有一个 case， 你要对所有人做这种喊话。对，那我也对你顾立雄，我也可以喊话
我说你如果犯罪的话，你不要逃逸哦，你拿的是人民的血汗钱，你不要贪啊！你要记住，你是国家公务员啊，对国家有忠诚义务，不能贪1毛钱哦。你要有忠诚哦。对，我也可以对你喊话。对，我觉得顾立雄对这种案子啊，就出来反话，对所有的军方的退役的啊，还有备役的军官做这种喊话，极为不妥，是对这些对忠于中华民国捍卫台湾土地的所有备役跟退役的军方人员是一种侮辱。我觉得我在这边请他不要再这种态度对单一的案件把所有人都拉进来。好，来请教将军。对于这件事情，由于我本身也是退伍军人，我感触特别深。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反对台独绝对不等于说你就可以去当共谍，也不等于说你可以当被对岸利用的一个统战工具。所以，对于如果说是像屈宏毅这个团体来讲的话，这些人我支持政府严办到底，而且这个彻查到底，把这些老鼠屎都揪出来。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人，这个被人家利用，吃人家、喝人家、拿人家好处，然后回来以后害我们这些很这个忠诚的这种真的是退伍军人，被整个社会来讲被抹黑。现在来讲，按理说应该退将是一个很荣誉的一个称呼，现在把我们退将，在社会上面把退将往往当成一个叛将。我特别要讲有一句话叫做“黑狗偷吃，白狗遭殃”，对不对？你们这些人去对岸偷吃，吃人家、喝人家、拿人家好处，接受人家招待，然后回来以后，这个当社会舆论攻击你的时候，把我们一起也拖下水。所以我赞成这次来讲，我绝对支持政府将这些人严办到底。但是有一个这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我希望说是政府查出来，到底你屈宏毅这些人，你拿了人家对方多少好处？另外如果说还有这种包括高安国在内都一样，你就查出来嘛，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如果说是他们真的是有拿对方，我想这个你反独跟这个当统战分子当共谍有一条红线，你知道？这条红线很简单的讲，就是你不能去拿人家好处，你知道吧？那我想政府有一条红线在那边，我个人也是，就是你不要去，你绝对不可以去对人家的这个国旗来行敬礼或鞠躬。这个东西既然法律有规定，你就不能去做嘛。那你去做，你是不是图人家什么好处？你图人家招待，还拿人家什么吃的喝的？所以包括高安国在里面，包括这屈宏毅在里面，我觉得政府如果说是查出来，到底他们是接受了什么样的金钱，有什么样的金流，或者接受什么时候招待，在对岸什么地方接受人家招待，所以回来做这些共谍的工作或接受做统战的工作来讲，我赞成政府，我支持政府严办到底，严查到底，然后把这些我们这个退伍军人界里面的这些老鼠屎全部揪出来。那另外来讲的话，这很明显的就是我特别要讲这很明显就是被人家利用，吃人家好处拿人家，你这有什么军事价值？阿里山雷达站，我跟你讲，没有阿里山雷达站那个叫什么？叫大汉山雷达站连名词你都搞错，你当什么共谍啊？对不对？为什么有这几个地方？你知道？这几个地方就是美军的提入作战计划的要点。我们每年的汉光演习，正规登陆地作战就是在这个嘉路塘营区这个三军连续就是在保利山。那个地方我们军人都很熟悉，每个人都知道，只要有参加过三军联训都知道。美军那时候24世纪大战准备在这个南部那边登陆，就是在嘉路塘那边正规登陆，然后配合这个那个南部那个甘蔗田那一片甘蔗田，在那边实施空降作战，同时登陆，同时空降，然后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日军在这边盖了一个这个坚固据点的碉堡阵地，叫做石头营阵地准备就是一边可以。那个位置选得非常好，可以打海，可以打反登陆，也可以反空降。但是那个营区来讲，本来是叫做要塞堡垒区。我在任协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我的南部指挥中心的一个指挥所在那个地方，就负责在那个地方反空降，很重要的军事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这个要点现在已经完全就变成这个重电去了，变成光电板在那个地方。日军盖的工事全部变成光电板。所以民进党，你康中保台也是喊假的嘛？这么重要一个军事地点，你就拿去种电，把碉堡什么全部挖掉，那以后人家真的要在这个地方登陆，可以说是我们无险可守。好，来请教杨老师。退役军人因为有他的这个身份的问题所以他如果在行动上虽然是退役，那他虽然当然也有他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那可是因为他的退役的身份，同时领有就是退役的一些待遇的话，
你作为实际的行动，如果有任何可能，影响到你过去的服勤的，就是服役的时候的效忠，那当然这个可能会被法律所追诉。我觉得这我们也有法律，可是我必须要讲，以现在台湾各位看了刚才那个介绍的情况，我觉得台湾内部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比较独派政治人物或民进党，现在不断的在制造一个两岸的对立的这种氛围，而且不断的在制造紧张、对斗争甚至战争的这种准备。那我觉得这个对两岸的和平是非常不好的。你现在看政大选研中心他做的这个民调，最近一次是差不多1年前吧，2023年12月，也就是对统独的这个看法的民调。那有25%是支持台湾独立，但有60%是支持维持现状。那支持统一呢，也有7.4%。所以其实这是我刚刚讲，你的思想自由，你的言论自由，但你化为行动，你就要面对法律。这个是什么法律？是中华民国法律。因此，当这些政治人物，尤其绿营政治人物说，准备好卖国了吗？你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叛国行为？那我必须要讲，很多台独的这些具体的行动，是不是也在法律的边缘呢？而且你不断的在去制造两岸之间的冲突，所以当这个时候，如果只是一个政治上或者是言论上、思想上的自由，这是我们保障的。你不管它是统派是独派，但你化为实际行动，我觉得一体的认知到，不管你是在两岸上你要去挑动战争，还是你要去背叛中华民国宪法，你赖清德做的是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开始的？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在台湾，经过了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严家淦建设起来经济的成就，而到后来的民主的发展，民进党把一切的成就都挂为自己的。而现在呢，赖清德居然说，你的国民可以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这种言论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所谓在行为上、在言语上背叛中华民国呢？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在台湾现在一团混乱。那因为执政者透过法律、透过媒体、透过他的这个执掌的行政权、教育也好、教科书也好，来去做这样子的这种消息的释放，造成就是岛内我们自己本身风声鹤唳。对于这些人，似乎好像觉得就是叛国卖国行为。他如果实际行为，我们让司法来处理。我也反对实际上的这种叛国卖国的行为，但是最后法院的判决大部分都是无罪。所以呢，这个时候谁是真正的这个独派？我觉得极统派反而是真正的极独，极独派反而是真正的极统派，造成两岸的对峙战争，最后呢，反而两岸的问题用军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警戒的。